What's up everyone， 欢迎来到这期的视频。现在是2019年的9月，我从5月份买6400到现在，用了它已经有几个月了。最近呢，索尼还出了他们最新的 A6100和6600啊，这让我太无奈了。谁曾想啊，6400在2月份刚出啊，经过半年，他们就更新迭代了同系列的产品。那话说回来，这几个月我使6400啊，也有一些新的认知，发现呢640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呢也相当如鲠在喉啊，就让我感觉在我影响了我的一些体验，对，如鲠在喉。所以我这一期想说一说 A640那些缺点。看到这儿，有好多小伙伴说了啊，那之前我说6400真香，那现在我就说缺点，到底我是想表达什么？你们到底应该听哪个？那我现在先说明一下 ，A6400在2019年9月份这时间点上，依然是所有的相机品类中，在这个6000多价位上竞争力最高的那一梯队上，它基本上是数1数2，毋庸置疑它的能力啊，它的综合性都非常的好。那我现在想说这些缺点，如果你还没有买6400，并且你也很在意这些方面的话，那你就要慎重考虑了。言归正传啊，我究竟觉得它哪些是缺点？有小伙伴说了啊 ，A640的缺点，比如说 C 画幅啊，它不是全画幅，它是 C 画幅。然后呢，它的就没有防抖啊，然后它的那个电池续航差，没错，它是有这些问题。但是对于我来说呢，这3个上面，电池是可以通过购买额外的电池或者接充电宝来解决的。然后 APS-C 画幅这问题呢，我通过1000块钱买了一个全画幅镜头的转接环加速器，转接到6400上，我不仅可以获得和全画幅相机一样的景深、一样的虚化效果，我还可以获得比全画幅更大的光圈，所以这个对于我来说也不是困扰。症结可能就在于，它确实没有防抖。我之前视频说啊，当你有光学防抖的镜头的时候，它既然没有防抖，画面也不错，也不是抖得那么厉害。但是当我转接了一些我全画幅头，我之前买是因为要拍照片，不是因为拍视频，它就没有防抖啊。而且适马那些好的镜头，它副厂它就没有做防抖，大多数都不带防抖。那直接怼到6400上啊，拍出来的画面它就是很抖，就逼着你，要不然你就上脚架，要么你就上云台稳定器。你想手持的愉快的拍一些素材，就变得有点奢望。这就让我很难受啊。如果说仅仅是防抖呢，可能后期增稳也可以改变。那恰恰的它另外一大缺点就是在它 A6400包括 A6000所有的这些机器上，最大问题就是它的 CMOS 太老了，它是第1代 CMOS。如果你经常关注这个索尼相机的话，你应该了解啊。像我现在正在拍摄的用的是黑卡3，它用的是索尼第2代的 CMOS 背照式处理器。从黑卡4开始，黑卡5、黑卡6、黑卡7，他们用的呢都是最新的堆栈式 CMOS 啊，就是最好的那块 CMOS。那有什么优点呢？一个是噪点更低，因为它改变了它那个 CMOS 的物理结构啊，所以它能在低照度的情况下，它的画质表现得更好。还有呢，就是它的图像的信息处理能力非常的好。那恰恰就是 A6000系列，他们一直用的是祖传 CMOS，就使得一个是什么呢？低照度下噪点呢比较多，它的噪点水平，我觉得黑卡5都比它强。还有呢，就是说它这个果冻效应太明显了。我之前那期视频里说果冻效应是吧？就是甩起来横向甩起来跟面条一样。像这种情况下呢，你用后期一些软件还可以修复它的果冻效应啊，能让它相对的这个平直一些。但是如果你手持有这种上下颠簸，那个后期观感看起来就是要死一样。就真的是果冻那样，这种很复杂的这种运动的果冻，没法修复的。尽管这个 A6000系列是从630开始，是所有相机中这超采倍率最高的2.4倍，它 4K 锐度也是最棒的，超越了全画幅，超越了当时第2代的 A7， 超越了它的这个索尼电影机，超越了它所有行业的这些超采的这些倍数。但是它这些锐度和这些画质是要保证在你画面没有果冻、没有撕裂的情况下，你才能感觉能享受这个画质。但现在来说
啊，你必须把它放在稳定器或者放在脚架，放在云台上慢慢的移，慢慢的动，它才能保持一个不错的画面效果。这就让人很头疼，尤其是你一边走一边拍这个 vlog， 用了一个没有光学防抖的镜头的时候，你会尤其的发现这个问题尤为的明显。那现在小伙伴说了，那你就是让你 4K 用这些脚架稳定器啊，云台啊，你平时拍 vlog 用 1080P 不就好了吗？我也是这么想的。平时拍 vlog 这 1080P 50帧60帧，然后有升格100帧120帧，不是也是挺好的一件事吗？但谁能想到啊，就是我仔细的用了用 A6400 这个 1080P， 然后我发现它的画面画质锐度啊低的让人觉得这是 720P 吗？就是我黑卡3的 1080P 1英寸底啊 1080P， 它的画面锐度都会比这个6400 C 画幅 1080P 要好一些。这到哪儿说理去啊？这可能也就是它是第2代处理器，它是第1代处理器，也就是说你这个 A640上的 1080P 也就让你能够记录，但放在屏幕上看并不会让你享受那种感觉，尤其是升格镜头，因为升格镜头尤为会让观众注意到你画面的这个细节。但很遗憾的就是 A6400的这个升格，通常情况下如果你不采用一些小技巧，这个升格画面确实不会让人享受的。要么就在这个机器上前期加一点锐度，要么你就在后期加一点锐度，或者呢就是用这种画质非常好的镜头，锐度非常高的镜头，拍一些大光圈前景深的画面，使这种虚化的效果反衬出你目前在焦内的画面比较的锐，也就这样的。如果说是那种收一点光圈拍一个大场面大景的画面的情况下我相信你不会觉得那个画面有多好看，真的。这锐度高了觉得假，锐度低了觉得糊，就是这种尴尬的境地。我的感觉就是这个 A6000 系列，包括最新的6600它用的还是那个 CMOS， 它在这个 1080P 和 4K 中间这个差距就是让人觉得没法填补。一方面你觉得静态的 4K 非常的锐，非常的好，但它一动起来就是没法用。另外一方面，它 1080P 帧率不错，够用了。你真正想这个放到大屏幕上欣赏的时候，你觉得依然是不太及格的一种情况。像富士的这个 ST30 他们的 1080P 是超采样的，包括佳能的这个微单它的 1080P 也是好过索尼这种 C 幅的 1080P， 所以这就让人觉得很难受就每次拍摄的时候，我都要在格式这个分辨率上就纠结一下。如果说想要榨干6400这个机器的性能，你必须还有额外的多带一些脚架或者稳定器这些东西。现在有朋友说了，那最新出的 A6600不就解决了防抖、电池这些短板这些问题吗？没错。当时出这个相机的时候，我也觉得哇，真香，这个完全解决了前面的痛点。但是一看它的价格比这个要高了近4000块钱，我天，4000块钱！然后同样的没有换 CMOS 的一个机器，它只是把那些短板补上了，并没有额外的超出预期有一些更新迭代的一些新鲜的东西。那里外里再等于又得把这个6400卖掉，再买新的，又得花个大概5000块钱，还不带新的电池，这种投资绝对是太愚蠢。4000块钱难道买一个比较好的稳定器不更合算吗？这些就是让我感觉到这些厂商一个个的都在挤牙膏，一个个对我们这消费者实在是太不友善了就想着他们赚的钱。如果你目前没有买 A6400包括6600这样新机器的时候，我可以用我的这些经验来跟你分享一下如果你非常 care 这个我说的这些点，关于 1080P 和 4K 高不成低不就这个状况配套起来确实又需要额外的一堆配件来辅助出更好的画质的话，你得慎重考虑。这就是我最主要的想表达的他们的缺点。 OK， 这期我说的基本就这样了吧。没有完美的相机，只能让消费者用户呢去适应这些相机。 OK， 如果我有新的心得呢，我会继续分享的。那我们下期再见啦 ，Peace。